嗨，大家好，歡迎回到頻道，我是 WiFi。Oh boy，Oh boy 啊！如果你們沒有關注過去這幾天的美股的話，你們可能錯失了，怎麼說呢？大概是1-2年之內吧，為數不多的，可能真的是僅有的幾次的暴跌啊。那從屏幕中可以看到的是，在美股周五收盤的時候 ，NASDAQ 暴跌了4.18%。什麼是4.18%呢？作為一個指數來說，你能夠暴跌3%以上，那納斯達克來說，暴跌3%以上，已經能夠算上是美國股市中非常重大的一次下跌了。可能能讓我想到上一次納斯達克有4%的一天之內吧，大于4%下跌的時刻，可能是在2025年的3-4月份啊，那個时候了啊。所以說咱們现在是2026年6月份，已經有1年多的時間了。那再一次呢，納斯達克有了4%以上的跌幅。再看看其他指数 ，S&P 500啊，道瓊斯和 Russell 2000，S&P 500呢下跌了2.64%，道瓊斯呢有1.35%的下跌，那 Russell 呢有3.47%的下跌啊。虽然說沒有納斯達克下跌那麼多，但是作為一個指數來說，作為全球中啊這個資金最穩定、流通性最高的美股的指數來說啊，這3大指數的下跌的幅度呢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 S&P 500啊，2.64%，以及納斯達克4.18%啊，確實是非常誇張的。那反觀隔壁市場啊，咱們看看黃金當天也有了3.1%的下跌。再看看比特幣啊，比特幣在最低的時候已經跌破了6萬美金啊，最低達到了59200美金的樣子啊，一周之內。比特幣就暴跌了接近20%。那大家如果關注山寨幣的話，尤其像我一樣啊，在重倉 Cardano、ADA 的人來說，一周之內暴跌了35%啊，那確實是，我覺得是歷史級的啊，能讓我想象到的，可能就是在2025年的3-4月份，甚至是上個熊市的最後階段了哈。那全球市場都在暴跌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來回到股市吧，好吧。納斯達克能下跌4.18%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那我們接下來再看看其他這幾個圖啊。首先，我們來看看 Micron 在周五的時候，當天暴跌了13.25%。SanDisk 閃迪啊，當天暴跌了11.39%。就連 AMD 啊，在最近風頭非常好的 AMD， 在周五的時候呢，也暴跌了11%。就連英偉達這一整年，可以看到圖中，這一整年都沒怎麼漲的英偉達女大啊，當天也下跌了6.2%。再看看博通啊，財報以後從最高的可能500美金啊，現在已經是385美金，其實就是整體的芯片股、內存股加上硬盤股票吧，這些之前被華爾街、被整個 AI 炒得非常火爆的這些板塊呢，開始了暴跌啊，開始了重大的回調啊。那聽過我之前的影片的朋友們啊，那大家可能是知道我的一個觀點啊，就是我不建議大家去追高啊，因為當時我確實不知道，我不太清楚這些股票到底還能漲多少，還能漲多高啊。但是你在他們高點的時候，每投資的一筆錢，你承擔的風險也是非常高的啊。確實事與願違啊，很多人想要去追高，但事與願違，在這一周呢，開始了重大的回調啊。那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們是真的是買在了山頂啊，虽然我不太清楚這是不是山頂啊，但是這一次重大回調確實能給大家一個警示啊，也就是資金的這種流出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別說這些芯片股了吧，我們再看看其他的股票好吧，我們來看看軟件股好吧。Oracle 在最近漲幅真是很不錯的啊，但是在周五的时候同樣啊也跌了接近10%啊。那除了 Oracle 以外呢 ，ServiceNow 啊 SaaS 中的龍頭啊，在周五的时候也跌了5.8%。再看看 Circle 啊，穩定幣啊，全球唯一的一家受監管的穩定幣的股票 ，Circle 在周五的时候，隨着比特幣的暴跌，也暴跌了11.33%。這一次的價格呢，又回到了80美金，那確實是一個怎麼說呢？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下跌。整體板塊都在下跌，指數也在下跌。那我的賬戶到底表現如何呢？真的是血虧啊！加密貨幣那邊我已經虧的就是底褲都快沒了啊，
還在那兒強撐着。那股市這邊呢，本來還以為說是股市這邊能幫我去彌補一些加密貨幣的損失啊，在過去这2天股市的这种大幅下跌呢，也讓我的心啊在瘋狂的滴血，好吧？那我們還是依照老規矩，先亮一下賬戶吧。雖然這次賬戶確實啊非常非常難看。那首先，咱們來先看一下我的2萬的美股挑戰賬戶啊，在周五收盤的時候，我的市值呢下跌回到了$21,667美金。那上一次出視頻的時候，大概是在$24,000多美金啊，回調了$2,000多美金啊。那說明什麼？說明我的整體的持倉都是在大幅的下跌中。看完了2萬的美股挑戰賬戶以後呢，再看看我的2萬的加密貨幣挑戰賬戶，那真的是慘到啊這種沒有底線了吧啊。那在我錄視頻的這時候啊，它的現在的市值呢是$12,815美金，那有7200多的浮虧啊。那在這一周這2個賬戶呢，我其實動作還是比較大的啊。我們來先說說看美股吧。那我在美股周五的時候吧，在特斯拉在419.9美金的时候呢，就賣出了我整個賬戶中的所有的特斯拉股票啊。那我把這特斯拉股票呢買入到了 Amazon、Circle、英偉達和 Microsoft。那我這裡賣出的原因呢，跟大家去解釋一下啊，因為我還是認為說是因為特斯拉它的估值呢是非常非常高的，現在當前的 PE 呢接近300，大於300了，再加上啊 SpaceX 的 IPO 呢馬上就要開始了，所以我認為有一種可能性，就是當 SpaceX 上市的時候呢，資金會從特斯拉的方面呢會轉移到 SpaceX 上面啊。原來馬斯克的信仰股只有特斯拉這1隻股票，那現在呢擁有了2隻股票，也就是說他的信仰呢可以被一分為2了，這是一種可能性。那第二種可能性呢就正好相反，因為 SpaceX 的 IPO 的這種力度和這種 popular 這種歡迎的程度呢，可能會吸引更多的資金來同時注入到特斯拉和 SpaceX 上面哈。那具體是看好的方面多一些，還是看空的方面多一些，我沒有辦法確定。但是作為一個我認為啊，整體股票當前股票市場是比較高，就是這種 AI 這種情況是比較高的時候呢，我認為適當的減倉對特斯拉呢，就是叫低 risk 減少風險呢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於是呢，我就賣出了我的特斯拉的股票，買入到了其他我認為的價值或者是它的當前的價值是比較相对来說性價比比較高的哈。那除了我在2萬的挑戰賬戶中賣出了我的特斯拉以外，我在我的個人賬戶中也賣出了很大一部分的特斯拉啊。那我賣出了這一部分特斯拉呢，我現在持有一部分的現金，當然我還買入了微軟、英偉達和比特幣啊。那我說完了美股以後呢，我們再說說看加密貨幣。同樣的，加密貨幣啊，在上一周裡頭，我的操作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首先，我清倉了我的小倉啊，也就是 Sui、Avalanche 和 Chainlink。那我清倉了這一部分的資金呢，我全部的買入到了比特幣和 Cardano ADA 上面啊。大家呢，那具体的交易的金額和数量呢，也都在屏幕中呢，也給大家去显示出来了。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現在的加密貨幣的持倉裡，其實不包括蘇伊的0.002個，我不知道為什麼系統還給我留了0.002個啊。那我們排除掉蘇伊以外呢，其實我的整體持倉呢就變成了3個啊，那就是比特幣、ADA 和以太坊啊。那這3個也是我在加密貨幣中我唯一持有的3個項目吧3個幣種，也是我將會長期持有、我長期看好的3個幣種，好吧？那說了這麼多，我們回到我們股票方面吧。我認為有很多咱們的觀眾朋友們和朋友們是非常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現在的一個處境，就是美股到底怎麼了美股的這次大幅的回調，它代表了什麼？AA bubble 是不是真的就開始了，真正的到來了呢？在這裡我來分析一下我的一些個人看法如果你們覺得有用的，不要忘了點讚和關注我的頻道，也不忘了打個小鈴鐺關注我之後的視頻，好吧？首先我認為某些股票是有一些 bubble 的，有一些泡沫存在的，但並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存在泡沫。雖然說我們看到的是整體的大盤有4%的一種暴跌但是這是我很樂意看到的事情，因為從歷史的這種角度來看每次指數出現大幅度的下跌，這種暴跌情況往往代表的是什麼呢？往往代表它的反彈呢，會在不久的將来将會來臨
我們其實最怕的是那种阴跌不止，每天跌0.5%、1%，每天跌0.5%、1%，一直跌1个月啊，那种持續流血讓人持續不舒服的狀態。那個時候很有可能那個時候很有可能真的就是 AI bubble 的來臨，好吧？那像這種短期的暴跌，往往是因為一些外部的一些，比如說新聞面啊，比如說是發布的 non-farm payroll 啊，這方面就是這種就業報告所造成的短期之內的恐慌，好吧？那這些恐慌往往帶來的很有可能是之後的一些反彈。但是當我們看到 Micron， 當我們看到 SanDisk， 當我們看到 AMD， 包括英偉達都在暴跌的時候，當然還有包括很多其他方面的股票啊，大家都可以去看很多之前炒得很高的、炒得很熱的股票，這兩天都幾乎有暴跌了10%幾、20%甚至更高，好吧？這說明了什麼呢？這說明了一些估值方面的回撤哈。雖然不願意這麼說，但是我個人認為 Micron、SanDisk， 甚至我自己擁有的 AMD， 其實它的估值都有些偏高了啊。那大家可能在這裡呢有一些跟我有一些觀點上的有一些不同意吧，就是說為什麼你會認為 Micron 它的估值高呢？對不對？我們切回到 Micron 來看一下，好吧？那如果我們看一下它的數值的話，看到一個非常矛盾的一個事情，就是為什麼它的 forward PE 當前的 forward PE 只有8哈？那所有的 S&P 那個大盤的指數的 forward PE 平均的 forward PE 都有20%到22%了，那 Micron 只有8點幾，不到9%，難道不是應該是低估值的情況嗎？為什麼你會認為說它有估值有些過高了呢？那半導體方面，包括這種內存方面，它的 PE 啊，其實是有一些欺騙性的。那如果我們回到 Micron 的技術圖中吧，我們來看一下。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看看月線圖的 Micron 哈，美光哈，美光現在的這種暴漲呢，是歷史級別的，正在經歷一種歷史級別的上漲。但是呢，我們如果看看它的歷史圖，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這個是有一定周期的哈，這種股票是有一定周期的。往往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的時候，在91年的時候，當美光出現了一次暴漲的時候，漲到了00年了以後呢，它接下來長達有到9年以上的回調，並且在之後的一直到2025年吧，它才回到了在00年時候的最高點啊。所以像這種股票呢，它其實是有一種周期性的，也就是它漲的時候漲得會非常快，但是它跌的時候啊，它回調回撤的時候呢，是非常慢的，它的周期是非常長的啊，以至於很多人根本就不會想到說，在2025年的8月份的時候，美光可以開始一次暴漲，並且這次暴漲的速度如此之快，它暴漲的力度如此之高哈。所以我們光看這個美光的 PE 來說的話，其實是沒有任何的這種參考意義的哈。你會認為說，當美光達到了10%幾，等美光的 PE 達到10幾、20幾的時候才是高估值嘛？那這一點我在這裡完全無法認同，好吧？如果大家真的這麼認同呢，你就繼續去投資美光好。但是我認為美光漲了這麼多，它的回調啊，它的回撤是應該的了哈，是真的是應該的了。但這一次它的回撤力度，它的回撤時長到底有多長？我是無法預測的，所以我在我的投資組合裡頭，我是沒有任何美光的持倉的。那同樣的，閃迪也是一樣的。作為一家硬盤公司，剛上市不久的硬盤的公司來說啊，它能在短的時間內從20多美金一直能漲到現在的1559美金啊，一年之內翻了3885% 的一種漲幅啊。大家認為這種漲幅它的持續性是可有的嗎？同時，作為一家硬盤公司來說，大家真的認為，當所有公司爆買了好多硬盤了以後，它會每年會更新硬盤嗎？我認為這個我覺得這是不太現實的啊。也有可能我對硬盤或者對這塊板塊不是很了解啊。如果大家有反對意見或者大家比較了解這個板塊的人呢，可以歡迎大家在評論區呢跟我留言，好吧？我也很樂意的去學習一下，但是從我個人現在的認知來說哈，我是看不懂現在的一個估值的，好吧？所以說某些的股票的估值是很高的了。咱們包括 AMD 來說，我們如果回到 AMD 的數值來看一下的話，就算 AMD 現在466美金的話，它當前的 PE 呢也還在174，它 forward PE 呢也在74啊，它遠遠的高於了歷史的平均水平。
所以說很多的现在的这种估值，它的价格的如此之高的原因，是因为华尔街分析師他有在透支這隻股票在未來的一種增長的空間啊，有在透支這個股票未來的一種敘事在裡頭，所以這股價才會如此的暴漲。但當這些敘事成為現實的時候，在沒有真正新的敘事的時候，或者說它的新的敘事沒有辦法再像舊的敘事一樣如此吸引大家投資的時刻的時候，那它的 PE 它的股價呢將會趨於平穩。這裡並不能說它一定會有暴跌了啊，因為它的盈利水平會隨之增長嘛。但是我認為它的這種增長幅度呢將會趨於平穩啊，所以我認為說這些股票啊，它可能它的估值呢當前是有些高的。那對於這些高估值的股票來說，我們該如何去處理呢？那我給出我的建議啊，是根據我的持倉來說的啊。我對於這些股票，我的操作呢就是持有啊，我不會動用任何一筆新的資金去買入或者去追高，或者說等它下跌了一點兒的時候，我就會去加倉啊。我對於我所有的持倉呢，我都會持有狀態，並且我認為6月份的美股可能並不會再像之前的5個月那樣會漲得那麼好啊，它很有可能是下跌回調，或者是在趨於平穩的一個狀態，是一種健康回調的一個週期。所以對於我絕大部分的持倉來說，我都將會是擁有持有的狀態啊，我既不會買也不會賣啊。畢竟如果大家關注過我的持倉的話，大家是知道的啊，我的持有的很多的倉位都是很低估值的倉位，至少是我認為的低估值的倉位，比如說 SaaS 龍頭，比如說是軟件股，比如說微軟啊、大科技等等，亞馬遜啊、英偉達等等這些我認為當前比較低估值的股票。那在這裡呢，還要跟大家去聊2隻股票，也是我在之前一個視頻也跟大家去聊過的股票。第一個股票呢是 SPGI 啊 S&P Global 這隻股票。那在美股這2天在暴跌的時候，其實 SPGI 它的表現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週五的時候呢，竟然逆勢漲了1%啊。那 SPGI 也是我在這種防禦性股票中持倉是最大的一隻股票啊。我也將會繼續持有，有可能還會繼續加倉哈。那第2隻股票呢是 Booking Holding 哈。那 Booking Holding 呢，在週五的時候呢，雖然下跌了1%，但是總體的幅度呢並沒有很大哈。那 Booking Holding 我認為在目前為止啊，它還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加倉的一個機會。那如果有資金的話呢，我很有可能會考慮再繼續的加倉。Booking Holding 啊 ，BKNG 啊，那這2隻股票呢，也在我之前的視頻裡有跟大家去聊過。那如果大家感興趣，為什麼我會選擇這2隻股票作為我的整體持倉中的2隻防禦型的股票的話呢，歡迎大家去觀看我之前的一期視頻，好吧？那除了 SPGI 和 BKNG 以外呢，我還持有 Visa 啊，那股票代碼是 V。那 Visa 呢，在最近的表現呢也還算 OK 吧，不漲也不跌哈。所以說這3隻股票，防禦型的股票，在美股大幅回調的時候，在 AI 股票大幅回調的時候，它的表現呢是相當不錯的，好吧？所以說對於我來說，整體持倉啊，我幾乎是會保持着持有狀態。那我認為現在還有機會能夠去加倉的股票到底有哪些呢？哈，這裡我給大家幾個我認為的可以加倉的股票哈。那首先，當然就是我一直在說的微軟了哈。微軟現在的股價呢，在上周的剛開始的時候呢，一度漲到了$466，但是啊，隨着整體市場的回調呢，這一次又回調到了$416，那又回到了我之前所說的可以買入的點位了哈。那微軟我的倉位是非常非常大的了啊，對於我來說很有可能不會再去加倉，但是作為一隻龍頭，作為一隻傳統的大科技來說啊，它現在的估值確實有些偏低了，所以微軟我認為還是可以去加倉的。如果大家倉位沒有到位，還有資金的話，我認為大家是可以去繼續加倉的。那第2隻股票我認為還可以去加倉的就是英偉達哈，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圖中可以看到是在所有的芯片股，在所有的這些被 AI 炒作的如此之大的這一段時間內啊，在暴漲的時候啊，英偉達的股票其實是沒有任何變化的。那我在這裡呢，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為英偉達的 market cap， 也就是它的市值啊，達到了5 trillion 啊，5 trillion，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作為整體市場的 number one 啊市值來說啊，英偉達想要有再一度的上漲，那需要的資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除此之外，如果我們去看英偉達的數值的話，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啊，
英偉達的當前的 PE 是31啊，它的 forward PE 仅仅只有23啊。作為一家如此高增長的，它的需求量如此之高的，在未来的，我認為在未來的5到10年內，還是每年的需求量非常非常高的一個公司一只股票來說，它的 PE 啊，它的 forward PE 是太低了啊。它的歷史級別或者是在過去幾年的平均的 PE 水平呢，大概是在50到70，它的 forward PE 大概是在40到50哈。那現在呢，几乎是腰斩的，所以說我認为啊，它的估值是有些偏低的了啊。那除了这2只股票以外呢，還有哪些股票我認為可以去投資嘛？我認為 SaaS 公司還有包括很多軟件公司，它現在真正的這種反彈，真正的這種反到最歷史新高這種時候呢，還遠遠未到哈。就算是 ServiceNow 啊，從我一開始推薦的可能只有$90的時候，現在漲到了$112，它依然是很好的加倉的機會、開倉的機會。包括 Oracle 啊，包括 Salesforce， 包括其他的一些非常好的軟件公司和 SaaS 公司，都是可以去加倉和開倉的啊。在這裡，我要跟大家去說的一點就是，我認為啊，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看到股市是下跌的，沒有任何人願意看到自己的這種持倉啊是在虧錢的啊。所有人都喜歡股票的上漲，但是股票上漲並不能夠給你帶來真正的財富，真正的財富的積累是在股票下跌，在市場整體下跌的時候才會有這樣的一個積累的哈。所以說，當股票下跌的時候，當市場在回調的時候，往往真的就是你們加倉和開倉的絕好機會。大家需要去逆思維去思考一下，真正能讓你財富能夠長久的去增長的唯一的時刻啊，在我認為唯一的時刻就是在股票在暴跌，在市場在回調的時刻。當然，你要買的公司一定是好的公司，要是龍頭，它的基本面是非常非常好的。好吧，那如果那些做短線的、做波段的人，那這裡呢，我就不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哈。那畢竟我是一名價值投資者的博主哈，我看的是一種長期的3年、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投資。那我們的思路、我們的想法肯定是不一樣的哈。那好了，那這期視頻呢就到這裡啊。其實大家不要太慌張哈。那如果有很多人買到高點呢，確實需要慌一慌。但是如果大家買了很多，在過去這段時間裡一直在積累一些低估值的不同板塊的股票來說，甚至於你在不停的去買比特幣的來說，我們可以改期視頻再聊啊。你現在應該是高興的狀態，而並不應該是恐慌的狀態哈。因為現在確實是你最好的加倉和買入的時機，好吧？那好了，那如果大家喜歡這些視頻呢，一定不要忘了點讚和關注我頻道，也不要忘了打開小鈴鐺關注我之後的視頻。那我們這期視頻呢就到這裡啊，我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啊，股票能迎來反轉，好吧？那好了，那這期視頻就到這裡，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